上期节目中 Magic 4 Pro 的10倍数码变焦可谓是让人印象深刻，非常理想啊效果。那这期呢，给他找来了一个有10倍光学镜头的手机，三星 S22 Ultra 来进行一下对比啊。当然了，手机这么多镜头呢，我们怎么可能只对比10倍呢？所有的焦段，所有的镜头，我们都要聊一聊。正片开始前，还是先问问各位，你们对这两台手机哪台更感兴趣呢？如果你对 Magic 4 Pro 感兴趣，打1；对 S22 Ultra 感兴趣，打2。这两台手机在价格上的不同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。但是影像方面的不同呢，就由我们这个节目来告诉大家了。那下面呢，就进入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们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。照片不会说，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上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的啊，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、新的想法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正式对比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先简单介绍一下两款手机的后摄配置啊。Magic 4 Pro 的后摄是3颗镜头，它的中焦是 3.5 倍的一个高像素镜头，上期它的10倍数码变焦的效果非常不错。那么下面的节目呢，我们简称这台手机为荣耀。三星 S22 Ultra 后摄是4颗镜头，它有一颗真正的10倍光学镜头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不光会对比这10倍啊，所有镜头、所有焦段我们都会看一看。后面的节目中，我们简称这台手机为三星。在拍摄界面中，荣耀这台手机虽然说是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的，但是它给了你一个10倍的焦段按钮。这个10倍焦段呢，就是数码变焦的。点击每个焦段切换按钮的时候，画面就是直接切过去的，看着有点愣，但是也不影响什么。三星也是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它对应的是4颗光学镜头，它是有10倍光学镜头的，而且每次切换焦段的时候，画面会有缩放效果。其实这也就是看着好看啊，没什么大用处。有人会说，录像的时候有用啊，画面放大缩小多顺滑呀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好的视频并不是因为变焦时候好看才让你记住的。那下边正式开始这两台手机的对比，咱们先聊主摄。在硬件参数上，两台主摄的区别是，三星那边的感光器大一些，原生像素高一些，但是还有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光学防抖的区别。荣耀的主摄是没有光学防抖的。在默认模式下，荣耀的主摄会裁切一圈边角画面来保证边角的画质，这样呢，使得它的视角窄一些，拍摄的物体会大一些。即便如此，它也没有比景物拍得更小的三星在解析力方面更有优势，两边都是有些锐化的。边角画质没什么可说的啊，荣耀为了保证边角画质，它会自动裁切一圈，但是它的边角画质依然看着没有三星的边角画质强。哦，对了，之前的节目说过啊，现在的这台三星 S22 Ultra 不是我之前那台了，之前那台的边角画质非常差，这台稍微好一些。只不过这个对于三星的用户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之前对比红米的那期节目。那再继续聊这两台手机的主摄啊，换一组主摄拍摄的对比样片。在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荣耀依然是不占优势的，甚至仔细看的话，好像三星的还更好一些。边角画质，这回咱们看另一边啊，看看两台镜头的光学素质怎么样。这回荣耀还是比较争气的啊，就是你不能白裁切四周画面呀。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啊，荣耀是5000万，三星是1亿像素的。在解析力方面，三星的1亿像素在解析力方面做得更好。
但这还没完，因为三星还有一个1亿像素的增强模式，在这个模式的加持下，三星主摄的解析力会进一步增强啊，所以解析力的差距就更大了。好，咱们下面说超广角镜头，两台超广角的硬件参数都列这儿了，我就不一一念了，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着重说一下。这两台超广角拍摄的照片，在信息中写的等效焦距都是13毫米，但是肯定有一台标的是不对的，要么是荣耀太谦虚，要么就是三星虚标。从样片上看，荣耀的视角明显比三星大很多，视角差距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。两台超广角拍摄出来的色彩差距真是太大了啊！你别问我哪个接近真实环境啊，谁也记不住3天前拍摄的照片真实环境什么样，你们自己看吧，你们喜欢哪台就好。解析力方面啊，两台超广角倒是差不多的，三星那边的锐化更明显一些。边角画质方面，两台超广角做的都很不错，但是超广角是视角越广，边角画质就越难把控，所以这点呢，荣耀做的还不错。再换一组对比，这颜色的差距真是太大了。你们喜欢哪台手机拍的超广角样片呢？那中频解析力方面，两台超广角跟刚才一样还是差不多的。边角画质咱们这回看另一边，这回荣耀的表现就没有三星的好了啊。不过荣耀的超广角视角更广，超广角嘛，广才是最重要的。荣耀的超广角是有高清模式的5000万像素，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，解析力确实要强于三星。再说一下微距啊，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厉害的都是超广角镜头。虽然说三星可以拍摄长焦微距，但是有画质损失。在超广角拍摄微距方面，还是三星的更强一些。重点来了啊，到中长焦对比了。那咱们先说中焦，荣耀的这颗3.5倍的中焦还是比较强悍的，感光器尺寸大，原生像素高，而且焦段也不错。默认输出的是1600万像素，反正各种参数吧都比三星的强。在对焦方面，荣耀的这颗3.5倍中焦在对焦效果上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从这段录屏中你们就能看出来。只不过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不是很近啊，玩不了长焦微距。三星这边啊，这两代的手机中长焦的对焦效果非常不错。现在看到的是3倍的效果啊，对焦非常稳健。现在看到的是10倍镜头的对焦效果啊，这两代三星的长焦对焦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啊，只是长焦对焦啊，非常不错。但是样片呢，咱们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。他们的2倍都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，在解析力方面是三星的2倍效果更好一些，但是锐化也是很重的。在中焦的光学焦段，荣耀是3.5倍，三星是3倍。在这个焦段下，三星是不可能战胜荣耀的。荣耀那边硬件参数确实非常优秀，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荣耀的更好，而且不光3倍，从3倍到9倍都是荣耀的更好。而且荣耀的3.5倍还有一个高清模式，那在解析力方面肯定是比三星要强很多了。那下面说长焦，长焦三星就有一颗10倍的光学镜头了，而荣耀那边就只能靠那颗优秀的3.5倍镜头去数码变焦了。上期它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那这次看看它跟真正的光学镜头比起来怎么样。那放大中心看解析力，果然啊，神话没有继续啊，依然是光学镜头的三星在解析力方面强于荣耀。其实数码变焦是最怕这种繁复的场景的，像刚才这种场景呢，纹理是可以猜出来的，但是这种场景数码变焦就比较吃亏了。那在解析力方面啊，差距非常明显啊，三星的光学镜头非常厉害。一般有个2倍、3倍中焦的手机，在人像模式的时候会用中长焦去拍摄人像，因为这样的效果看起来更好。但是荣耀可能觉得它的3.5倍有点长吧，那么跟三星的3倍来进行对比的话，三星这边的人物肤色以及清晰度会更高。那如果用1倍镜头直接生拍的话，荣耀那边由于美颜的效果比较重，所以清晰度也是没有三星高的。人物肤色嘛，那就看你们了啊，我觉得三星的更好一点。直出宽容度的效果上，荣耀做的还是非常暴力的，这点我们上期说过，在多数的情况下，它会极力的提亮暗部细节，但是由于 HDR 合成的时候它会对不齐，所以有些时候暗部细节就会发虚啊。比如说这张主摄拍摄的暗部细节，放大一看跟三星比的话，那真是有点差距啊。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啊，荣耀这台手机在暗部细节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啊，多数的情况下都会出现这种 HDR 没有对齐的情况。相比之下，超广角的表现倒是还不错，但是在颜色跟氛围感上跟三星比可能还不够老辣。比如说这组对比照片，同样的暗部细节，荣耀还是出现了 HDR 没有对齐的情况啊，清晰度还是没有三星高。超广角的表现看起来是不错的啊，清晰度是有的，但是颜色跟氛围感还是差一些。还有就是荣耀在 HDR 效果上发挥的不是很稳定啊，你比如说这张，它又不暴力的提升暗部细节了，那么在暗部展现上又没有三星的好。但是相同场景超广角它又开始提升暗部细节了，所以在这方面荣耀还得再继续优化。
夜景拍摄方面，荣耀这台手机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，到了光线很暗的地方，自动夜景就会跳出来给你明显的提示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能关闭自动夜景的手机啊，因为我要拍慢点、拍好点，我可以用夜景模式直接拍，我就想拍快点。那先看直接拍的效果，夜景模式咱们放后边。由于有自动夜景的加持，荣耀的暗部细节、亮部细节做的都比较到位。三星是直出啊，但是该有的细节也都有。亮度进一步降低，虽然说荣耀有自动夜景，但是在这张主摄的样片中，暗部细节还是三星拍得更好一些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比较一致啊，但是颜色方面有所区别啊。亮度进一步降低，在这个场景上看起来荣耀的表现好像更好，但是荣耀的主摄是没有光学防抖的，那么放大看的话，清晰度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哎呀，都这个价位了，荣耀的主摄怎么没有光学防抖呢？超广角的表现还是除了颜色的区别以外，细节的展现还是差不多。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非常暗了，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，而且最近又坏了几盏灯，就更暗了。看起来三星拍的非常黑啊，暗部细节啥都没有，是荣耀拍的更好。但还是同样的问题啊，放大看的话，荣耀的清晰度是没有三星高的。超广角的夜景模式也是荣耀的更好。祖传神树场景比原来稍微亮了一些，这个场景荣耀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，清晰度拍的还挺好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差不多。亮度进一步降低，来到了健身器场所。荣耀看起来拍的还不错啊，但是放大看的话，清晰度、解析力还是没有三星的强。超广角的表现，这回夜景模式是三星看起来更好。最暗的场景，祖传神树 Pro， 两台主摄的表现，都还不错啊，细节展现都还行，就是清晰度还是三星的更高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很接近。OK， 那下面咱们看视频录制的对比。我们用的是默认设置啊，主要看的是防抖的表现怎么样。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表现，两台手机的颜色是有些不同的，但是都还好。清晰度方面，两台手机做的都非常不错。超广角的表现在色彩上跟主摄是比较统一的，颜色方面也是荣耀偏红，三星偏蓝，清晰度的表现都非常到位。录像的第二个焦段就比较有意思了，荣耀直接来到了5倍，它不是3.5倍，而三星呢还是3倍。清晰度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啊，荣耀稍微暗一点。那如果把荣耀强行拉回3.5倍的话，它实际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，在清晰度方面是没有三星高的。10倍录像注意啊，荣耀的10倍是用3.5倍数码变焦去拍摄的，现在的视频是 1080P 的，清晰度还真不错啊，虽然说还是没有三星的高，但是已经表现很不错了。到了晚上，主摄的表现，荣耀由于没有光学防抖啊，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都是没有三星的主摄好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上，防抖上看是荣耀更好，但是细节跟清晰度还是三星的更高。女流氓小巷就非常暗了，荣耀的主摄由于没有光学防抖，那么它的快门速度就要保持很快，所以在细节呈现上就明显没有三星的强。相同场景，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都是不可用的。硬件跟性能方面，两台手机没什么可说的，性能还是比较接近的。那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呢，那就是屏幕了啊。虽然说这次荣耀 Magic 4 Pro 的屏幕不错，但是在三星面前就说不出好了。做工方面，两台手机都可以说是非常不错。荣耀这次的后盖设计做的比较亮晶晶的，虽然说看起来比较高档啊，但是容易沾人指纹。三星的整体做工那是没得说的啊，看起来摸起来都非常不错。硬件方面就先介绍到这儿，聊这样的节目已经非常多了，够你们看的了。那么下面我们就直接总结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主摄的表现中 ，S22 Ultra 的更好啊，也应该是它更好，它底更大，像素更高。超广角的表现上 ，Magic 4 Pro 的就更优秀了，主要是更宽广的视角带来的优势。虽然说色彩不是很好啊，但是对我来说无所谓啊，反正我都能调。中焦的表现 Magic 4 Pro 更棒，因为它的3.5倍中焦在硬件上优秀很多啊，理应也是它更好。让我比较期待的10倍以后的表现还是没有出现奇迹。虽然说 Magic 4 Pro 的10倍数码变焦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在拥有光学镜头的 S22 Ultra 面前还是败下阵来。人像的表现、宽容度的表现都是 S22 Ultra 更优秀。夜景的表现，由于 Magic 4 Pro 的主摄没有光学防抖啊，在很多场景中都吃亏不少，所以综合表现也是 S22 Ultra 更优秀。录像的表现白天都很优秀，到了晚上啊，还是因为主摄没有光学防抖的原因 ，Magic 4 Pro 和三星 S22 Ultra 的差距还是有的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看完上面内容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